小旭、小文领上证了吗？刚和沈旭从民政局回家，他妈就一脸迫切。当然啦，沈旭拿着结婚证在沈旭妈妈面前晃了晃。好，有印章，是真的。看着他妈一把抢过结婚证，仔仔细细看了一遍，我笑得一脸娇羞。阿姨，我们是回来接你出去吃饭的，庆祝我们领证了。然而，沈旭妈妈没理我，拿着结婚证啪叽一下坐在沙发上，趾高气扬地冷哼着：吃什么吃？出去吃不要钱的吗？我以为老一辈以节约为主，虽然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，但毕竟结婚了，她也算是半个妈，所以我依旧笑脸音回答道：妈，不用您花钱，这钱我出。谁知道沈旭妈妈听完这句话，脸色越发难看。你和沈旭已经是夫妻了，所以你的钱就是我们家的钱，以后但凡用钱的时候都得提前打个招呼。沈旭妈妈一脸理直气壮，我的火气也在节节飙升。沈旭，你妈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转头看着沈旭，希望他能说句公道话，可我忘了他们是一家人，眼瞧着他两条腿往茶几上一搭，一副养大爷的模样。我妈说的没毛病，你嫁给我就是我们家的人，以后就得按照我们家规矩办事儿。我望着面前鼻孔朝天的沈旭，陷入了沉思。那个满口宝贝宠我爱我的男人，现在看我的眼神跟怨种一般。好，好，好，老娘才不做怨种呢！带着满腔的怒火，我摔门离开。这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快发生质的变化呢？我吃着提前订好的牛排，研究着沈旭以及沈母的反常。正常人领证，作为婆婆肯定会先恭喜，结果到了沈母这里，她不先恭喜，而是先看证是不是真的。我刚刚被愤怒冲昏的大脑此刻上线，要么不满意我，要么是这结婚有猫腻，再加上沈旭也一改面孔，所以我倾向于后者。一切清楚后，我打车回家想试探个究竟，可房里的情景让我愣在原地。只见小小的客厅中坐着三个大老爷们，沈旭、沈旭爸爸和他哥哥，他们围坐在一起，正光着膀子划拳喝酒。沈旭的妈妈和嫂子则坐在厨房吃着大鱼大肉。哼，早上还说给那大小姐立个位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人直接摔门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已经嫁到我们家了，咱还怕她不成？等她回来的，我要好好收拾这贱蹄子。婆婆对着旁边的大嫂耀武扬威。见我回来，沈旭妈妈用她那尖锐的嗓子阴阳怪气：哟，大小姐回来了啊！真是没规矩，没教养，哪有儿媳妇冲婆婆摔门的啊？赶紧跪下来给我道歉！我还没开口呢，沈旭就摇摇晃晃站起来，用手指着我：张文，你拽什么拽？你在家是大小姐，嫁给我们沈家也就是个儿媳妇，怎么敢冲着我和妈摔门？妈说的没错，赶紧跪下道歉。我原想着看在多年感情份上问个究竟，结果沈旭竟然这样说我，可真行！我三两步上前，狠狠给了他一耳光。沈旭，你不是说婚后还会像以前那样宠我的吗？你现在说这种话？他捂着脸，一脸愤怒。张文，老子就实话告诉你，我早就受够了你这大小姐脾气了。要不是你家有钱，你以为我愿意伺候你？不过他话音一转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你的钱就是我的钱，你有本事离婚啊，离了我正好分你一半财产，气不气人？婆婆原本怒气冲冲的脸，此时挂满笑意。滚！我让你们都滚！我哭着冲屋里的人吼。然而，他们就像没有听到一般，自顾自地做着自己的事情。尤其是沈旭他哥还色眯眯地看着我。沈旭不要你了，我要你，看看你这身材，这身段，啧啧。我被恶心得说不出话，虽然还是很愤怒，但我知道我不能继续待在这了。谁知道这奇葩的一家会不会做出什么伤害我的事？我狠狠瞪他们一眼，再次摔门出去。没脸回家，只好订了酒店。去酒店的路上，我突然想起妈妈曾经劝我，让我理性面对婚姻，多衡量。但我当时一心沉浸在沈旭给我编织的爱中无法自拔，根本听不进妈妈的话，还为了沈旭这个王八蛋和家里吵架。曾经的信誓旦旦，现在看来都是一场笑话。没有太多犹豫，既然人家已经欺负我，欺负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当然不可能任人宰割啊。我决定和沈旭离婚，可我还没想好怎么和父母交代我刚结婚就要离婚的事情时，第二天沈旭竟然私下约了我父母见面，说是两家人见一见。他商量好后才通知的我。收到消息的时候，约定的时间已经非常临近了。我急匆匆换了个衣服就往这边赶。我倒要看看这家人还能做什么幺蛾子。
其实本来我是不想去的，但后来想想，如果刚结婚就不去，被爸妈看见了，他们难免会担心。等赶到的时候，沈旭一家5口和我爸妈都已经在包间了。沈旭一家见到我来，丝毫没有愧疚和收敛。沈旭妈妈竟还当着我爸妈的面教训我，真是，你是老佛爷吗？请你吃饭还要等你半天。真是，他看了我爸妈一眼，不是我说，虽然你俩都是有知识的人，但是教小孩真的差点。我家这2个孩子从小就听话，根本不会这么任性。看我老二，泽泽，大学生，我们村唯一出来的大学生，他可是我们那10里8乡有名的后生，那村长的女儿都想嫁给他，张文真是有福喽。我忍住想走的冲动，坐了下来。妈妈一脸愤怒，哟，瞧您说的，我们家张文可是高考状元，长得好，学习好，还有见识。大学那些教授哪个不夸我家张文？您觉得他没规矩？那可能是因为您思想太老化，您多在城里转转，可能会改变看法呢。妈妈一句一个您把听不懂讽刺的沈旭妈妈夸得有些飘飘然，但沈旭的脸色一下沉了下去。就像沈旭妈妈说的，沈旭2兄弟从小特别听话，尤其是听妈妈的话，俗称妈宝男。如今有人这样讽刺他妈妈，他能受得了？到底可能还是顾及着我爸妈是长辈，他站起身，一把拉起我往出走。张文，陪我去个厕所。他声音中的愤怒几乎要压抑不住了。怎么？我明知故问。沈旭不装了，他的脸色铁青，手紧紧握拳。你妈什么意思啊？讽刺我妈没见识呗？我妈说的真是没错，你真是没教养，不过也不怪你，你家从根子上就是坏的。张文，我告诉你，你既然嫁给我，是我们沈家的人，就必须跟着妈学点规矩。你以前那些没大没小、骄横跋扈的大小姐，脾气趁早收起来。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反手给了他一巴掌。沈旭，亏你还是上过大学的人，思想这么封建，大清亡了多少年了，怎么没把你们家一家子老封建带走啊？别拿你们那一套男尊女卑要求我。还有，你们家才是从根子就坏了，想吃软饭没门儿。沈旭有些懵，随即反应过来后，竟举着拳头想揍我。我哪能这么站着让他揍，直接一脚踢裆，胳膊一甩，把他摁在地上。我告诉过你的吧，我教过散打，不服练练。沈旭趴在地上反抗，他越反抗，我压得越紧，他慢慢不挣扎了。远处传来沈旭嫂子叫我们的声音，我一把放开他，给我老老实实把饭吃完，再搞幺蛾子，我饶不了你。沈旭一脸憋屈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自己的衣服，脚步匆匆走回包间。嘿，蚊子，你还挺牛的吗？功力一点没下降啊。我转头望去，一个好久没见的人站在我面前。我暗恋多年的师兄，那么多年没见，他依旧还是那么的阳光帅气。他的笑容让我不禁想起，跟他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被校外的混混打劫，是他穿着俱乐部的衣服冲过来救了我，还劝我学一门防身技。毕竟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很容易被坏人盯上的。爱情的萌芽就从这个时候悄悄种上，更是在加入他俱乐部，随着跟他相处也愈发浓烈。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告白，他就跟着家人出了国，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遇到他。更是如此尴尬的时候，我简单一句好久不见，结束了久别重逢的话题。回到饭桌上，我有些心不在焉，好在餐桌上的人都埋头吃饭，也没人注意到我的异常。我们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小文这彩礼要不要彩礼都一样。这不要脸的话让我立马精神起来。说话的人是沈旭的妈妈，她一副恬不知耻的样子，坐在座位上滔滔不绝。沈旭爸爸连声附和，对对，亲家，这都是一家人了，咱们也不必计较这么多不是。哎，说实话，我之前都想过卖肾给沈旭凑彩礼钱了，可实在是身体不好，怕我家拒绝。他还继续补充，2个孩子好不就行了吗？咱们又不是卖女儿。我爸妈应该是惊呆了，毕竟他们从小书香世家，接触的人也极有涵养，很少有这种恬不知耻的人。什么意思？妈妈皱眉，彩礼不彩礼先不说，你们一大家子准备在这定居了？准备住在哪啊？沈旭妈妈一脸得意，老2家啊，难得我儿在城里有房了，肯定是要孝顺我们这些长辈喽。可这房是我们给他们小2口买的，你们一大家子住进去不大方便吧？爸爸有些不满地开口。有啥不方便的？我和他妈住一个屋，他哥嫂住一个屋，老2两口子还年轻，在客厅给他俩围一间卧室就是了。这臭不要脸的话，一字一句，感觉这房子是他买的一样。妈妈一听，瞬间上火，
拍桌站了起来。什么？这是我女儿的房子，你们让她住客厅？沈旭妈妈一脸理所当然，那不然呢？张文是我儿媳妇，她的东西就是我儿子的，我儿子的就是我们沈家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好家伙，我是听出来了，这家奇葩哥这空手套白狼呢，不仅娶个保姆媳妇，还要霸占媳妇家的家产。爸妈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，我当然不能什么也不做。我不同意，不行就离婚。其实我知道，爸妈之所以没有直接和他们吵起来，完全是因为顾忌着我。我这人吧，从小就倔，十头驴都拉不回来的那种。一旦做什么决定，很少有人能让我改变。加上我之前不听爸妈劝，一定要嫁给沈旭的举动，爸妈大概以为我就是个纯纯的恋爱脑。我话音刚落，爸妈的脸色瞬间好了几分。与之相反，沈旭家的脸沉了下去。沈旭妈妈双手环胸，朝着我逼哼道：“二婚的女人还有人娶吗？男人可不一样，离了婚那也是女人争抢的对象。张文，你可小心说话，不然我真让小旭休了你。”他越说越有底气，最后洋洋得意地看着我，好像在等我求饶。我和爸妈都笑了，妈妈捂着嘴：“沈旭妈妈，你看我说的对吧？你呀，真是思想封建，像个老古板。现在时代变了，压在妇女身上的几座大山早就倒了。你别再用这些歪理说话，怪叫人笑话的。”沈旭全家站起来维护沈旭妈妈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不就是嫌弃我们是从农村来的吗？你瞧不起农民？”我不是瞧不起农民，相反，我很喜欢农民身上质朴、吃苦耐劳的品质。但这些似乎与你们不沾边吧？我在你们身上只看到了封建、贪婪。沈旭坐不住了，想站起身，被我一掌摁了下去。今天也别谈了，离婚吧。沈旭，离婚协议明天我寄给你。说完，我打算带着爸妈离开，谁知沈旭哥哥一把冲过来拦住我们：“你们还没结账呢，走什么走？把账结了再走。”我嗤笑一声，如果没错的话，是你们家邀请我们家吃饭的吧？怎么还需要我们付钱？还有，这菜都是你们吃的，你们不该结账吗？真是占小便宜没够了。沈旭哥哥被我说的恼羞成怒，握着拳打算揍我，我一把给他放倒在地，接着对目瞪口呆的沈家人说：“我劝你们老实离婚，别招惹我。”我和爸妈就在沈家人后知后觉的怒骂中离开了饭店。私房菜馆的老板老八是我爸朋友，那天我们离开后，老八把我们走后的监控发给我爸。哎，你们怎么找了个这么无赖的亲家啊？真让人叹为观止，还不如让文文嫁给我家皮皮呢。老爸回了个无语的表情包，把视频投屏到电视上，叫来我和妈观看。来吧，看看你自己找的究竟是什么人家，让你知道深浅，看你以后还敢不听我们的话吗？我撇撇嘴，边吃薯片边看视频。视频中，沈家人到前台结账，被告知一顿饭吃了5400。沈旭一脸理所应当，记张文家账上。服务员笑得礼貌：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刚刚张先生交代过了，你们家的这顿饭需要自己付费。”沈旭妈妈瘫坐在地上痛哭，叫嚣着要举报。沈旭爸爸抽着烟在一旁吞云吐雾，说这店宰人要报警。服务员客客气气，将账单递给看起来最有文化的沈旭，结果就被一跃而起的沈旭妈妈抢了过去，一把塞在嘴里咽了下去。尤其是沈家还来了个倒打一耙：“你们没有证据了吧？小旭，拍视频，我们告他们黑店抢劫。老大，报警让警察把这店封了。”沈旭完全不敢动，他知道这种店怎么可能没有监控。不等他劝，他爸爸扯了他一把：“听话，你妈妈以前在县城这样，最后商家都免单了。”合着沈旭妈妈还是惯犯。结果就是警察调解，调了店里的监控和账单，要求沈旭一家结账。沈旭妈妈不依不饶说警察和店家官匪一家亲，被警察以寻衅滋事带进局子了。好家伙，我从来不知道这么刺激。这边我们一家三口面面相觑，那边老八叔已经在问能不能告了。我抢过老爸的手机：“老八叔叔，先等等，等我离了婚你再告。”爸妈对我离婚这件事比我还上心，连夜找了法律系的朋友帮我拟定离婚协议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把离婚协议书寄给了沈旭。下午，沈旭刚从局子里出来就联系了我：“张文，离婚我同意，但我们的财产得重新分一下。”我和沈旭约在了他公司楼下的咖啡厅见面。张文，我妈说了，离婚是你提出来的，我是受害者，所以这财产得归我们。我皱了皱眉头，
寻思这婚后财产就沈旭这几天的工资，有必要因为这重新出来商讨吗？可以，不就你那几百块钱？我一分不要。沈旭啧了一声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，我说的是房子还有我们所有的财产，都应该给我。好家伙，癞蛤蟆玩青蛙，长得丑，碗得花，没想到是想要我的房子啊！我冷笑，还房子，我们所有财产都归你。房子你出一分钱了嘛，你就要，你这胃口挺大，不怕撑死你。还有，我挣的钱是我的，你挣的钱是你的，你还打起我工资的主意了？沈旭张嘴想说话，被我打断了。是你家人提出来的吧？我真是，但凡要点脸的都不会提这种要求，好吧？而且你考公务员不是学过法吗？怎么没学婚姻法？那你学的真是进狗肚子了。沈旭被我说的哑口无言，开始耍起无赖。我不管，反正你就是必须给我，要不然我不离婚。我就拖着你。我一没出轨，二没犯错，你告我也没用。还公务员呢？真是给公务员丢人。这样的人怎么通过政审的啊？凭脸皮厚吗？我转过头，师兄，师妹，你怎么看上个这样的男人？眼光真不行。我有些羞愧低头，年轻吗？师兄，你怎么在这？我和师兄聊起近况，把沈旭晾在一旁。沈旭打断我们，张文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还没离婚呢，你就有心想好了？难怪你急着和我离婚。哥们儿，我跟你说，张文可，我叫关晨，不是你哥们，别瞎叫。还有，我知道张文师妹是什么样的人，不需要你多说。沈旭背下了面子，扔下一句，不把财产弄明白，我是不会离婚的，然后愤愤离开。关晨知道沈旭家的情况后，给我一顿说，师妹，这事确实是你的错，你应该听你妈妈的话，先考察好人品，再决定要不要结婚。毕竟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啊。我心虚地摸了摸鼻尖，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这已经是及时止损了。见我一副焦头烂额的状态，关晨扭头递了我杯咖啡，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有需要你就开口。或许是没想到我就那么刚，非要离婚。沈旭家改用拖字诀，想和我一直耗下去。本以为我要走上起诉的道路，然而这天公司的邮箱里突然出现了一封匿名邮件，举报已婚老婆意图离婚，吞并夫家财产，养小白脸。附件是我与关晨举着咖啡碰杯，像是在笑的画面。好家伙，用脚想就知道是沈旭搞的鬼，还学会恶人先告状了。我直接进了老板办公室。老板，咱们公司的电脑好像被侵入了。老板应该也看到了那封邮件，点点头，是，我已经让相关部门搜集证据了。你放心，小文，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公司肯定会维护你的。我瞬间感动，皮皮哥，不用多说了，咱这么多年邻居了。我刚通知法务部了，一旦结果出来马上公证，公司会以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上诉，你就用侵犯隐私权、肖像权和诽谤罪告他。我掏出手机，正准备转发消息给律师，突然想起之前沈家在老八叔店里大闹的事情，赶紧告诉对方，对了，老八叔那边不是也要告他们吗？咱们一起手撕人渣。行，我一会儿通知我爸，你记得出去给那群八卦精解释一下，别影响员工内部和谐。我比了个 OK 的手势，出了办公室。不得不说，公司这法务部1年100万年薪真不是盖的。3封律师函很快传到了沈旭手里，我满心愉悦，等待最后开庭。然而，在半个月后的早上，沈旭突然堵在我公司楼下。这人莫不是想求我原谅，所以才守株待兔。可下一秒，他开始气急败坏地指责我：张文，你把我害惨了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你这个贱人非要联合他们起诉我，害得我被单位开除？你个扫把星，都是因为你，我才厄运缠身的。什么年代了，还跟我来封建迷信这套说辞？都这样下场了，还想给我甩锅，可真是废物。我后退一步，将大黑锅甩回去。扫把星？扫把星说谁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全家都是扫把星，是你的家人害的你。沈旭明显有些疯魔，他听不进去任何话。他狂叫一声，向我扑来，我一脚给他踹开。沈旭被我踹倒在地，捂了捂肚子后又爬了起来。我正想给他摁在地上，背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。我有些惊恐，转身想躲，却被身后人捆住了手脚。此时周围已经有人开始围观，我大叫：救命啊！就在这时，沈旭从兜里掏出一个东西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一把水果刀。他红着眼，握着刀就要朝我刺下。
我拼命挣扎，狠狠一脚踹到身后人的脚上，他吃痛松开，我趁机跑开。沈旭没刹住车，一刀刺向我身后的他的哥哥，血顺着沈旭的手慢慢流到地上。沈旭哥哥不可置信地看着身上的刀口，慢慢倒地。围观人群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尖叫着四散开。沈旭伤到哥哥后没有任何收敛，反而更嚣张了。他狠狠拔出水果刀，直冲我跑来。我被惊恐的人群推了一个踉跄，坐在地上。杂乱的脚在我身边跑过，沈旭拿着刀越来越近。突然，一道从天而降的身影一脚将沈旭踢翻在地后，接着又来扶我。师妹，你没事吧？受没受伤？他着急地帮我检查伤口。我刚想回应，就看到沈旭爬起来拿着刀冲了过来。我拿着包包挥了上去，打掉了沈旭的刀。他还想捡，却被关晨摁倒在地上。我赶紧把刀踢得更远。沈旭似是冷静下来了，趴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警笛声、救护车的声音越来越近。沈旭哥哥被送到了医院抢救，沈旭被押着上了警车。我和关晨也跟着去了警局笔录。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。听说沈旭哥哥没有抢救过来，失血过多，还没到医院就没了。沈旭爸妈嫂子急忙赶到医院见了最后一面。而摇钱树，沈旭进了警局。我们出警局的时候，正好和沈家人打了个照面。沈旭妈妈前一秒还在哭，下一秒看到我和关晨就开始骂我们沈旭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狐狸精啊！你说你出轨这个男人也就算了，你还霸占我们财产。我儿子不过是小小反击了一下，你就和外人告他。现在好了，沈旭工作没了，沈旭哥哥也没了。你简直就是个扫把星，专门来克我们家的。我们沈旭娶了你，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啊！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没有理会。谁知沈旭妈妈竟不顾是在警局，更加得寸进尺起来。她躺在地上，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。大家来看看啊，这就是我那狐狸精儿媳妇，婚内出轨就算了，还害死我大儿子，小儿子现在还在里边没出来呢。没天理啦！城里警察包庇城里人啊！我死去算了。我没理他，和关晨绕着他离开了。沈旭当街害人很快结案，当天目击证人很多，监控也清晰地录下了全过程。杀害自己亲哥，蓄意杀害妻子未遂，证据确凿。这个案子因为影响恶劣，很快开庭。与此同时开庭的还有之前的3桩案子。整个庭审的过程，沈旭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。最后，沈旭因为寻衅滋事、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、侵害他人隐私权、财产权和故意杀人罪、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刑。他所有的钱也赔给了公司。我也顺利胜了离婚案。沈家人大闹法庭也无济于事，反倒被法警扔了出去。怎么说呢？这样的结果令人猝不及防。原本沈旭在体制内上班，我家也给我们买了房子，原本他应该会有更好的未来的。可惜他毫无底线的纵容家人，反倒引火上身，家破人亡。就当我以为这一死一吨橘子能让沈家人醒悟，也打算看在曾经是一家人的份上，给他们买车票送他们回老家。谁知道他们还是一贯的不要脸，霸占着这套法院明确说明是我的婚前财产的房子。我们住惯了这里，不想走了。沈旭妈妈一脸无所谓，有本事你去告去，你敢告我明天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。我只好报警请求警察调解，但沈旭爸妈就是耍无赖不走。我没办法，只能把房子放到了二手房交易网站。很快就有人联系我了。你这地段，这面积，按理说价格不应该这么低啊。你是遇到问题了，还是这房子有问题啊？对面的壮汉是今天约着来看房的人，房子没问题，但是里边的人有问题。我之前这个房子我低价出，一方面是我前夫爸妈霸占房子不走，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骚扰买家。哦，是这个事啊，当时闹挺大的，我也看了这个报道了。没事儿，我不怕打扰，我这单身壮汉不怕俩老头老太太。那咱就这么定吧，我明天把定金给你，你负责清理房子里的物品。我点点头。第二天趁着房里没人，我带着货拉拉上门打包好所有破烂扔在楼下。果不其然，沈旭爸妈看到楼下的东西就开始疯狂发疯。哪个王八犊子把我家东西搬出来的？有没有天理啊？有人入室抢劫啊？呵呵，我翻了个白眼走上前，房子我卖了，你们的东西不搬我找人帮你们搬了，你们最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我看谁敢住进来。沈旭妈妈拿门卡要上楼，
但单元卡我今早就物业给取消了，他们连单元门都进不去。见状，他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我不走，除非你把卖房的钱分我们一半。好家伙，得亏我没圣母，提前通知了对方搬家。现在你们爱怎样就怎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就是太善良了，不然像你们家这种不要脸的人，我早就乱棍打出去了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房子卖出去了，你们再不走物业保安，直接就都给你们拎出去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离开了。后来听买家给我说，沈旭嫂子受不了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还整天遭人指指点点，晚上偷跑了。沈旭爸妈上门闹了几次，还混进了小区，但看见买房的壮汉后，也不敢去闹了。不过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了。哎，经过这破事，我真是一辈子都不想再结婚了，真是怕了。我伸着懒腰感慨。对面的同事齐齐开始打趣，不至于，找个知根知底的不就好了。诺，你追求者的花又送到了。我以为是官臣到了，赶紧转过头，没想到来的是快送小哥。哟，还说不想结婚呢。要我说，遇到官臣这么好的男人，就赶紧嫁了吧。人又好，家庭也没得说，听说你的遭遇还专门安慰你。啧，多开明的家庭啊。我红了脸，别瞎说，叔叔阿姨就是把你当他们儿媳妇了呗。我说你也别太对上一段婚姻耿耿于怀了，谁年轻没犯点错啊？更何况你们就只领了个证，别的什么都没干。我放下手中的玫瑰，我就是有点怕。你怕什么呀？官臣这知根知底的，而且你看我就知道，遇到一个好的结婚对象，多幸福啊！我这个月长了3斤，每一块肉都是我家皮皮一口一口喂给我的。琪琪洋洋得意。我低头笑了笑，行了，老板娘，别搁那嘚瑟了。下班后，官臣已经在楼下等我了。他抱着一束玫瑰，文文，我从高中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了。虽然我们分开了8年，但我仍旧放不下你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追求你吗？在周围的祝福中，我缓缓点了点头。番外，城郊监狱。6点，沈旭在铃声中起床，熟练地帮所有人叠好被子，才去洗漱。不出所料，他又迟到了。狱警严厉地批评教育了他，扣了他的工作分。沈旭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他自从来到监狱后，就被同宿舍的人欺负，帮他们干活，迟到被罚是常有的事。早饭时，很幸运，沈旭分到了一碗稠乎乎的粥，但他还没开始吃，就被人换走了。他的面前照例放一碗清汤寡水。沈旭红着眼眶喝完了粥。午觉时，沈旭因为打呼噜声音太响，又被揍了一顿。下午又被陷害进了小黑屋。他坐在小黑屋发呆，我明明是村里唯一的骄傲，怎么现在到了这地步？他突然想起了张文，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不嫌他穷，又顾及他自尊心强，经常拐弯抹角送他些吃的用的。那时的他心里想，以后我一定要娶这个姑娘，我要一辈子对她好。但是妈妈的到来毁了这一切。她说，结婚后你必须给她立个下马威，不然她会跑的。结婚后，他爸妈的钱不都是你的？到时候把你爸、你大哥、大嫂一起接来，让村里人看看你有多么有出息。本来他是不愿意的，但在妈妈日日夜夜的灌输下，他也觉得张文也应该像母亲臣服于父亲的家庭一样臣服于我的家庭。她嫁给我，她家的财产也迟早都是我的。于是他做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错事。屋外的狱警偷懒刷着短视频，他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文文，我从高中第一次见你就开始喜欢你了，虽然我们分开了8年，但我仍旧放不下你。你能给我个机会，让我追求你吗？在沈旭的沉默中，他听到了他的声音，我愿意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